意这套打法是个人选择还是行业新解法？反常识。我先问各位一个问题啊，你想想看，一个艺人正常情况下是不是巴不得粉丝多买、多花、多氪？毕竟粉丝的消费，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艺人商业价值的体面证明。可偏偏有这么一个人做的事儿，怎么说呢？像是反着来的。他不是鼓励你多花，他是拦着你别乱花。这个人是诚意。今天这期咱们不聊八卦，也不站队骂谁，我想把他这套做法当成一个 case 来拆，一个挺少见的粉丝经济里的反向案例。其实我做这期之前犹豫了挺久，因为网上传的版本有的说的特别满，什么写进合同条款啊，亲自打电话给品牌方啊。我先把话说清楚哈，这些细节我没拿到第一手的合同文本，信源强弱不一，有的甚至是二手转述。所以待会儿哪些是实锤，哪些是据传，我会尽量给你分清楚。别误会，我不是泼冷水，我是想让这期经得起推敲。行，进正题。第一层，你看到的那一层，表面上大家最熟的是什么？是诚意那个教导主任模式。粉丝喊老公，他第一反应不是顺势营业，而是瞳孔地震，背着手开始说教，读书的好好读书，工作的好好工作，拥抱生活，享受生活。这段是有大量原始片段的， B 站一搜一大把，这个我可以拍胸脯，是真的，一贯的，不是临时立的。然后呢，再往里走一点，是他对商务的态度。有这么几条说法在粉丝圈流传：直播间不许主播用诚意老婆这种亲密称呼去诱导下单，签名水杯之类的产品不让刻老公老婆这类字眼，怕粉丝一冲动就买。还有一条传的最广，说他专门打电话给品牌方，要求把下单才能抽亲签这个门槛取消，改成免费抽奖。这几条我得给个 disclaimer， 引导理性消费这个大方向，多个来源跨好几年都对得上，可信度高。但是不是白纸黑字写进了商业合同这一层，我手上的硬证据不够，凭印象说啊，别太当真，它更像是粉丝转述里逐渐定型的版本。所以我倾向于这么表述，他确实在用各种方式拦着粉丝乱花钱。至于合同条款这个说法，存疑，有更硬的信源欢迎评论区甩给我。但你发现没有，哪怕只看能坐实的那部分，方向已经够清楚了，他是真的不想让粉丝因为喜欢他而吃亏。第二层，媒体没怎么细说的商业逻辑那一层。说回这个事，粉丝经济正常怎么转？链条其实很朴素，艺人有号召力，粉丝有情感，把情感转成消费，数据漂亮，商业价值上去，接更多代言，更多资源。中间最肥的一环，往往就是把情感转成冲动消费那一下。亲密称呼、限时、抽签门槛，这些都是催你冲动的工具。说白了，行业里很多操作，本质就是在你最上头的那一秒，让你下单。诚意反的，恰恰就是这一环。那问题来了，他这么干，不亏吗？我寻思啊，短期看，确实可能少赚点冲动的钱。但你往长远看，这步棋走的是大棋。你想，一个粉丝如果是被诱导、被掏空，买完就后悔的，他对这个艺人的感情能持续多久？很容易反噬，变成脱粉回踩。可如果一个粉丝是被善待的，是被劝着别乱花，过好自己日子的，这种关系的粘性是另一个量级。这更像是一只长期价值股，不搏短期波动，赚的是复利。而且有意思的是，这套克制并没有让他掉价。据公开信息，他手上的全球品牌代言是一个接一个的，有的品牌甚至是把他从普通代言升级成了全球代言。这就侧面回了一个常见的担心，你管这么严，品牌方还愿意找你吗？现实给的答案是愿意。因为对品牌来说，一个粉丝关系健康、不容易翻车的代言人，反而是更稳的资产。火候刚刚好的那种稳。哦对了，这里我得插一个背景啊，等一下，我先把这层说完，免得你听岔了。行，背景就是这2年整个内娱对诱导消费饭圈乱象的监管是收紧的。
在这个大环境下，程毅这套主动克制，某种程度上是踩在了行业风向上的。不是他被迫，是他本来就这么做，结果正好对。第三层，最有意思的，暗号是怎么长出来的？你猜怎么着？拥抱生活，享受生活这8个字，到后来已经不只是程毅的口头禅了，他在粉丝之间变成了一句暗号。据说一旦哪个直播间的主播敢用程毅老婆去诱导下单，弹幕里马上有人刷拥抱生活，这是在提醒同单，稳住，别上头，别乱买。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愣了几秒，因为这个现象单独拎出来看，它其实挺稀缺的。粉丝群体常见的是什么？是集资，是打头，是比谁花得多。而这里出现的是反过来的东西，粉丝自发地用偶像的话去互相刹车，这是一种粉丝的自我治理。我得说句公道话啊，这种自我治理的暗号在别的圈子里也不是完全没有，我不敢说全网独一份，这种绝对化的话我不爱讲，容易踩到别家粉丝，也不严谨。我的判断是它比较少见，而且在程毅这儿，他和艺人本人的态度是高度咬合的。偶像说别乱花，粉丝接住了，还内化成了社群规则。这种双向的咬合才是他真正值钱的地方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这其实回答了一个老问题，什么是健康的偶像粉丝关系？不是偶像高高在上让你供着，也不是偶像把你当提款机，是他把你当一个完整的人，会读书，会工作，有自己的生活。懂他的人大概会懂这句话的分量。第4层，那这套模式能持续吗？这就得说到一个新情况了。程毅在2026年初跟前公司合约到期，没续约，自己成立了个人独资工作室，叫永康奇缘，他个人持股的比例非常高。换句话说，他现在对自己的事业掌控权比以前大得多了。等等，我核对一下年份哈，我印象里是2026年1月那波，工作室换章，维权声明里露出新公章，对，2026年1月。没错。这事儿为什么重要？因为以前你可以说他对商务的某些克制，背后可能还有公司在权衡。可现在他自己说了算了，这套反向偏爱的打法会怎么走，反而更能看出他本人的真实意愿。我个人倾向于他会延续，因为这不像是策略，更像是性格，一个把性格活成了商业风格的人，通常不会轻易改。当然，能不能持续和能不能被同行学走是两码事。说实话，这部分我不是100%确定，别人要不要学，取决于一个很现实的东西，愿不愿意为了长期关系，放弃眼前那口冲动消费的快钱。这事儿对很多团队来说是反人性的，所以我谨慎判断，程毅这套短期内大概率还是个少数派样本，而不会立刻变成行业标配。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一个艺人为什么要拦着粉丝花钱？我现在的答案是，因为他算的不是这一单的账，是这段关系10年的账。把粉丝当钱包的人赚的是快钱，把粉丝当人的人赚的是时间。这话可能说的有点重了哈，但我是真这么想的。作为一个看了不少内娱案例的人，我当然有我的偏爱，但这次的判断我尽量给你摆的是逻辑，不是滤镜。我赌程毅大概率会把这套拥抱生活继续走下去，甚至走得更彻底。信不信，咱们评论区见。你觉得呢？这种反向的做法是更聪明的长期主义，还是注定只能是少数人的奢侈？说说你的看法。今天这期就到这，拥抱生活，享受生活，咱们下期见。